2011年初，持续打响的叙利亚与叙利亚反对派组织以及极端组织之间的冲突，使得千年的叙利亚古城接连被毁，6000年的古文明充满了血雨腥风，无人再敢靠近。这一次，雷队长将继续探访叙利亚，走进战后废墟中的人们。在我前方呢，越来越多的这种被炸的这种房子出现在我的面前，阿莱颇的那些故事也慢慢的浮现起来。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太震撼了，全都是被炸毁的房子。哇，大家看到了吗？就是阿勒颇。阿勒颇的房子已经非常的脆弱，也许再给他一点点力量，就全部都倒了。叙利亚战争结束后，古城一片废墟，在残垣断壁下，人们开始在集市里摆摊设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好呛，全是那种辣椒啊、土豆啊。哇，这国家的土豆也很好。哇，大家看这个国家的土豆特别好，金灿灿的土豆，都金色的。我们以前有一些科普说，我们这种的是金瓜、银瓜，金色土豆，我们这土豆真的很漂亮。哇，这边的烟哦，居然还有这种买1赠2的，或者啥呢？就是赠一个打火机，赠一个这个。不过这边打火机有意思的是，都是日本产打火机。马斯克的烟特别好。其实雷队长还发现一个问题哦，这边的所有烟60-70%都是软包装，没有硬的，不知道为什么。What is best? أحسن باكيت أحسن باكيت لهاد الكنت والمالبورو هذول ما في عندنا تهريب هذول ما بيجوا عندنا ما بنجيب تهريبات。这个市场呢，其实我觉得应该以前在旁边那个古城，看我身后那个被炸的是古城，里面卖东西，但是现在呢没有了，它就搬出来了。再看我的这个右手，大家看到了吗？全是被炸的这么一个景象啊！这就是阿勒颇的现状。阿勒颇现在完全就是人们在这个废墟中呢，在求生，重新开了饭馆，重新做了店铺啊，而且卖东西我们都认识，你看都石榴啊。还有这个角瓜呀、茄子呀，而这边小朋友好像都很可爱，大的。هذا بصل。巴子，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洋葱，这些洋葱其实他们吃东西都要洋葱，为什么？只要是吃肉类的，所以洋葱是。好像后面有个壮汉。这些杯子。都是中国产的杯子。串了啊！哇，羊肉串了啊！这个阿勒颇的羊肉串，阿勒颇的羊肉串，阿勒颇的羊肉串。哇，这是烤爸爸，哇，这就是烤爸爸，他们特别喜欢烤爸爸。你看这边就是肉。把这个肉剁碎了之后呢，穿起来，有点像香肠。老周来了，坐好吧。天哪，他们欺负我！他们欺负我瓜老牛。Your business is okay now? It's okay? Alhamdulillah. Oh, okay 哦，他说他这边生意还好的话。Here a lot of people come here. Lot of people. هون منطقة شعبية، سوق تجاري تقريبا بدك تقول يعني باب جنين للدراويش This is Friday market for poor people. 在集市里有一处隐蔽的摊位，这里专门贩卖低廉的二手衣物。
相对于曾经富裕过，买这些衣服的人看上去也并不光明正大。哦，他说这些呢都是那个穷人来买的一些二手的，大家觉得有没有意思啊？因为这是那个，不好意思，就碰掉了一个，这什么东西啊？不是很明白啊。然后呢，这是一个二手的一个地方啊。我来这拍很紧张，因为刚才我们碰到那个军人来问我们干嘛的，好奇怪哦。你看，我们就拍这个，这是一个二手的一个市场。为啥给大家说二手市场？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用二手的东西，很正常的。就像我弟弟从小要穿我穿过的衣服一样，这就是一种二手的东西啊。他们这边还在，穷人还在买这些东西，旧衣服，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也有可能中国产的，当然也是阿拉伯人叙利亚他们穿过的。哎，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小区楼里面有一些二手衣服的那个投放箱，其实很多都是他们最后倒卖到这个地方。我听说有人也是在这地方买回去的，大家不知道大家明白吗？就是说不是真正的被联合国或者送过来的，也是后来被买过来的。我在阿富汗就见到很多人穿的中国字儿的衣服，比如说几班的同学或者是什么工程队的衣服，都是他们买的，但不知道那是从哪里来的。这也是这个二手的这个衣服。This is sexy. 这个很性感啊 ，It's sexy 啊！哇，这个有点儿，天哪，这哪也遮不住啊！天哪，真是谁能穿得了这个？哎，这个腰嘛，这个我也没看懂，这是什么？这腰还是这是这样子，没看懂。但是关键这个穷人，你穿这个，你去海边嘛，这离海还远着呢。This how much? This 300. 300啊，300哦，这是算是这个叙利亚镑的300，其实很便宜，300相当于3-4块钱。Half dollar. 找到一个商标，太可惜。由于我的拍摄造成了很多人的围观，加上一些流浪孩子的嬉闹，场面有些失控。就在这时，一位片区安保盯上了我，反复开始询问我的来意以及拍摄目的，并且向上级询问。我们本来想火速离开这里，但是这位尽职尽责的安保还是要把我的事情弄个清楚。这也难怪，叙利亚可不同于其他国家，几乎10年来，他们从没有见过外国人。每一个外国人都很容易在人群中被发现。他邀请我们到他的岗哨喝茶，我也只能不得不从的前往。Mate Mate. 啊 Yeah.，yes drink mate。哇，it's Natural. a lot of tea。你看，哦，yes look like the green tea 啊。这位安保邀请我品尝了马黛茶，这是一种产自阿根廷的茶叶，在叙利亚很受欢迎。但是他请我只是喝茶吗？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我心中各种疑问。最终，安保还是仔细做了工作记录，记下了我此行的一些细节。其实他请我喝茶的目的很简单，他非常想招待一下来自中国尊贵的客人，他认为只有中国能带来和平的希望。招待我，他感觉到非常荣幸。作为感谢，我也送他了一件来自中国的礼物。This is I'm gift to you. It's in China. It's a different tree seed. Okay to you. Okay. 几乎10年来，叙利亚人从没有见过任何异国的客人。也许今天我的到来能燃起叙利亚人重建家园的信心。叙利亚的文物在内战中至少上百万件遭到损坏，被破坏的重要文物古迹今天又是什么现状？雷店长将一探究竟。要说这个叙利亚的文物呢，它的价值呢是无法的估量。文物修复方面呢，需要大量的资金，
以及专家和技术人员。但是，一些很难修复的文物呢，比如说阿勒颇古城堡前的一座19世纪的古建筑，它被彻底的摧毁，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叙利亚全境呢，至少有420处古迹遭到了损坏，对叙利亚旅游业是个致命的打击。据叙利亚旅游部消息，仅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的2年内呢，旅游业就已经损失了差不多146亿元人民币。This uncle one day make how much? نجار باليوم 3000 أنا معاق 3,000 3,000 Syria money This job is good job now in the Aleppo. شغلك هذا منيح ماشي حالك؟ والله أحيانا بشتغل أحيانا مبروك أنا معاق يعني هيك هوسات بشتغل يعني Sometimes he doesn't work every day. Doesn't work. Doesn't work every day. Doesn't work. Every day. No, this is not everyday job. One eye. This Umayyad Mosque. Umayyad Masjid. Umayyad Masjid is very famous in the Aleppo. 大家看到了吗？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哪儿？博玛亚清真寺，完全炸平了。大家看一眼，博玛亚清真寺。博玛亚清真寺呢是我玛亚时代，也是阿拉伯帝国在我玛亚时期呢的一个遗作，是非常非常著名的清真寺。它的大广场就很漂亮。我玛亚清真寺，这本来是我玛亚清真寺最漂亮的这个柱子的柱廊，现在从柱廊上看过去，里面工人们加班加点在这锯石头。为啥锯石头呢？在补这些墙，说明呢他们也是开始已经动起来了，就是让这样尽快的恢复。阿勒颇我玛亚清真寺始建于8世纪，是叙利亚顶级建筑瑰宝。2013年4月24日被极端分子彻底摧毁。由于古文物建筑需要保护，内部一律不让进入。为了拍摄到清真寺战后的现状，雷探长不得不和军人周旋解释，想尽办法走入文物内部。如果你能看到这些画面，那么请尽管睁大眼睛，因为以下画面来之不易。太悲惨，太惨了啊！雷先生也是冒着危险到废墟里面拍。其实这个危险呢，未必是遇到这个子弹啊，这些地方，人家楼都崩塌了，很容易再掉下来一块石头。这个清真寺呢，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小暗门，它本来可以上去的。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巴米扬大佛，大家还记得那个巴米扬大佛吗？就是说表面上它外面炸了，但是里面呢还是有很多暗道的。哇，你看都快塌了哦！要不我进去看看，跟我走。好，来进暗道里来看看。哇，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石质的一个小塔楼。哇，在这一层能看到有这么一个帷幕。哇，还能往上走。那儿，再往上走，哇！我来到这个清真寺的制高点啊！哇，这个说实话，这个清真寺是快要塌了的哦。我站在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眺望你看阿勒颇城堡，还有整个老城的景象。其实这一带啊，最先修复的不是清真寺，我给大家说是这个。教堂不是清真寺，教堂反而我见到的很多都是百废待兴。但是我呢也公平地说，教堂的建筑呢年代更久远、更复杂、更精致也是真的，所以你要想修复也是挺难的。在这个土耳其地区啊，我发现清真寺都是一个邦克楼，就是用宣礼塔啊，哇，每个角落都是画卷，真漂亮。看看，这又是一个什么？好，
后这清真寺的这一层啊，哇，人类早期啊，对于这种宗教的和神灵的崇敬啊，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所以说呢，他们真的把自己所有才华和毕生的精力都来建造这种神庙啊，这种绘画的这种艺术。大家知道，曾经这个地方是一个屋顶啊，它这个洋葱顶完全塌了下来，形成了一个大土包。我相信这个洋葱顶底下呢，也会有精美的台灯或者是有价值的文物吧。然后呢，整个清真寺呢，很有这个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建筑风格，非常精美，而且呢，又有这个拜占庭风格，它是向上的一种感觉，很多这种拱形的回廊，再加上上楼梯这种方式呢，又有这种埃及的特征，埃及的金字塔也是这样设计的，完全石头的这种阶梯往上走，应该说是古埃及人也帮助了中东地区完成了早期建筑的一个雏形。大家看哦，我身后这个就是我玛亚清真寺这个礼拜的这么一些小房子啊，这些房子呢，虽然是乌玛亚的一部分，但是工人都在那边拿着砖块在那敲，往上拼上去，给它做一个修复。其实修复，我觉得修复的好吗？这很难说，毕竟那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文物了，都要给它修复出来，那不是所有专家能办到的。哦，哎，他把这个弯形部分敲出来了。哇，其实这个石头比我想的要松一点，有可能是这个斧子好。哦，它做成圆的，所以说它是要把它做成一个圆，用铺在上面。过去人的匠人真的有心啊！这就是我玛亚清真寺的一个修复，就是我们看的虽然是小房间。据说修复我玛亚清真寺需要8年时间，能够为修复帮把手，我感到十分荣幸。我也期待它早日焕然一新。